大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 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10号周三晚上的7点35分。股市又飙了，华尔街喊着新牛市要来了，相信很多朋友的心呢是更痒了。别急，听完我今天的分析，你再下手不迟。今天公布的美国7月份的 CPI 同比上涨 8.5%， 低于预期的 8.7%，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上涨 5.9%， 低于预期的 6.1%， 和6月的 5.9% 持平。两个低于市场预期的数据发布之后，今天的股指期货跳涨，美元、美债收益率都是应声下跌。这个结果呢，让很多的交易员们是措手不及啊。之前加息9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占优，表明呢，交易员认为通胀下降的速度不会太快，美联储会继续的加息。但数据出来之后，市场的态度瞬间反转，交易员是怕被扣奖金，手忙脚乱的赶紧下单，压住美联储激进加息概率降低，9月份加息50个基点的概率重新回到主导地位。这真是玩了一辈子的鹰啊，最后被鹰啄瞎了眼。这个不是玩笑啊。据我所知，今年华尔街的各路操盘手还有基金经理们的奖金发放，由于在上半年交易业绩不佳啊，奖金减少了 20% 是普遍存在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吐槽这个神经病的市场做得太累了。今天的股市反应就比较的正向了。咱们昨天还在说，市场如果要下跌，还一定要编个理由，只要符合预期或者说超出预期的 CPI， 这个理由就会让市场下跌。但这数据它今天就是不走寻常路，不仅好于经济学家的预期，也好于克利夫兰联储的通胀模型的估算。所以这个编制数据的人，他不仅战胜了多数的人脑，还战胜了电脑。今天赚钱的朋友啊，记得给编制数据的英雄要加个鸡腿啊。不过9月的这个加息预期的这个降低的这个压注呢，它是不能够改变美联储在今年整个的加息路径的，它加肯定还是要加的，只是快和慢的问题。为了防止市场炒作美联储的加息疲软，比方说停止加息啊，或者过快的加息，最后美联储一加息，说啊，美联储你们又说话不算话，美联储背锅。所以今天 CPI 出来之后，有2位联储的委员是紧急的表态，他们表示说呢，低于这个 CPI 的这个预期啊，不会动摇美联储今明2年利率上行的走向。那么在疫情爆发前，美联储最为鸽派的官员这个卡什卡利，他说他希望在今年年底前将基准利率提高到 3.9%， 2023年年底前提高到 4.4%。 在谈到市场对于美联储整个政策路径的定价的时候，他说，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我们将把利率提高到某个水平，然后停下来观察，直到确信通胀已经回到 2%， 才会考虑降息。另外一位美联储的埃文斯也认为，现在的通胀仍旧是高得无法接受。他说，我预计我们会在今年剩余的时间和明年继续加息，以确保通胀能够回到我们 2% 的目标。他预计到年底的时候啊，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的区间会从现在的 2.25% 到 2.5%， 升到 3.25% 到 3.5%， 2023年年底会升到 3.75% 到 4%。那么最近呢，这个市场啊是连续的不断在上涨，喊牛的声音是不绝于耳。凑巧的是，截止到今天为止，纳斯达克100指数已经是确认进入了技术面的牛市。你没有听错啊，确认进入技术面的牛市。难道这是新牛市的起点吗？难道这后面会一路上涨，开启长牛吗？好，咱们来说一下这个话题哈。其实我们知道，对于技术面牛熊啊，它是有一些定义的，或者说是约定俗成的一些规定。从华尔街看来啊，如果一个指数或者一只股票，它从最高点下跌超过 20%， 那么它就定义为确认进入技术面的熊市。我们看一下纳指的情况啊，纳指呢是从最早的这个纳指100，从最早16764点下跌破13000的时候，这个地方是确认
跌幅超过 20%， 所以定义为进入了技术面的熊市啊，这是我们说对熊市的定义。那么对于技术面牛市是怎么定义的呢？指的是从最近的低点反弹上涨超过 20%， 就把它定义为技术性的牛市。那么纳指100包括纳指综合都是在6月16号的位置触底，随后展开了一轮非常不错的反弹。这个反弹截止到今天，纳指100收在了13378的位置，刚刚好超过了 20% 的涨幅。所以你可以定义纳指100、纳指综合已经进入了技术面的牛市。但是标普呢就稍微差点意思，标普今天的收盘价4210这个位置，从最低点3636反弹到这儿，只涨了大概 15% 左右啊，所以标普还没有进入技术面的牛市。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如果纳指进入了新的牛市征程之后，它会不会长期一路向上爬呢？答案是不会啊。好，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不会啊。我们说技术面定义牛熊啊，其实从历史上看，它并不是说长期牛市的开始，这个是不确定的。比如我们要去看纳指这个综合指数吧，是一样的啊，我们看这个一样。从2000年到2002年，纳指综合是多次上涨超过了 20%， 但几个月之后出现了更深的跌幅，反复了2年，直到2022年才10月份，指数才开始进入持续的上行的多年的牛市。现在给大家展示的，这里是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期间，也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当时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2008年的11月20号触底，随后开始一路的疯狂的反弹上涨，一直是到2009年的1月份，一共上涨了 25% 之多。但随后从1月份开始下跌，一直又跌到多少呢？又跌到了这个下方的3月份，跌幅又跌了一个 23%， 比之前的低点还要更低一些。然后这是一直是跌到了当时整个金融危机期间的这个最低点的一个位置啊。所以反弹超过了 20%， 是开启了技术面的牛市，但不代表着后面是一路上涨和一路的上行。该回调该下跌还会跌哈，这个首先我要说的非常的清楚。好，那么为什么我说有时候看纳指这个意义上要比标普要差一些呢？如果我们去统计历史数据，你会发现纳斯达克指数它本身的波动就要远超过标普。从1971年以来，整个的纳斯达克经历了19次牛市和18次的熊市，但是同一期间的标普只经历了8个牛市和9个熊市，都只有一个零头。所以纳斯达克呢，这个精神状态比较好，对吧？精神抖擞，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啊，这个心脏是比较大的。但标普呢就显得更加稳健一些。所以尽管我们说今天纳指确实是进入了技术面的这个牛市的确认，但我们看大盘，我们要看市场，要看标普才是王道。那么标普如果向上去反弹涨 20%， 要涨到大概多少才能真正的确认指标呢？标普要涨到超过大概4400点，你就可以确认标普也进入了技术面的牛市。4400点大概就是在现在的这个200均上方一点点啊，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这个位置，好吧？所以这可今天跟大家讲清楚，不然的话大家经常会误认为听到了牛那就代表涨，听到了熊就代表跌，其实不是这样哈。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牛熊呢它其实也不是说市场走单边趋势的一个开始，因为整个的牛熊过程中啊，它实际上无论是上涨和下跌，中间都会有反弹或者回调的，它都也会有牛熊结束的一天。你比如标普在这个地方，在跌破3836的时候，当时是确认进入了技术面的熊市，但它后面并没有持续的下跌吧，没有偏离的太远吧，甚至连大家非常期望的3500点它都没有到。很快它又收复了3836点，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之后，展开了这一次大反弹。
所以如果大家呢，你只是期待一个走单边的牛熊的简单市场，可能啊，如果你采用这样的方式在现在去投资，可能会让你失望。你不抱太大的希望呢，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所以现阶段我的建议还是你看个震荡，你不会吃太大的亏啊。好，我把我的观点呢说完了。牛市确认了技术面的纳指的牛市，但不代表着会上涨，更多还要去看标普要看4400点，但它现在面临着4254以及4300的压制，还有200均的压制，还有4400上方这一点点的牛熊压制、几重压制的位置。好，观点表达清楚了，然后还和大家讲一个东西啊，我觉得有必要讲一讲啊，就是当行情有时候比较刺激的时候呢，这个也激发了我的灵感，我也更愿意去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投资的一些经验哈。今天想讲点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股市的底层逻辑啊，其实我认为呢有3条逻辑。好，是哪3条？我跟大家讲讲哈。第一条是经常在节目里不断重复说来说去的，就是业绩支撑。只要有业绩的增长，预期的增长，它就不会无休止的跌。它跌的定价合理了，就有人买啊，就能涨。如果没有业绩增长，那相反啊，没有预期的增长，它就不会无休止的涨。它高估了，涨多了就有人卖，这就要跌。所以呢，你想想看看你手里的股票到底是高估了还是低估了。第二个是流动性，只要市场的流动性不枯竭，金融市场里边有钱，你的手里有钱，就有人愿意去冒险交易，甚至是大幅推高价格到高估的状态。但是呢，流动性一旦衰竭了，你要是连泡面都吃不上了，你还想配个卤蛋吗？那是妄想啊！那市场就得跌到大家买得起为止。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现在的市场缺不缺流动性。好，第3，股市啊，它本身就是个财富再分配的工具，不是你的钱跑到别人的兜里了，就是别人的钱跑你兜里了。你别看啊，咱们散户平时呢炒股炒的是风生水起，赚钱了都很嗨的样子。其实啊，归根到底和这个市场比，咱们能赚的钱都是小钱。股价涨了，上市公司的管理者、高层、大股东，他们才能赚大钱。咱们是散户投资者，其实什么？就是个工具人。这个市场啊，咱们散户说了不算。千万不要夸大散户的作用和情绪，咱们就是帮他们赚大钱的工具。所以老老实实把自己定位成工具人，别总想着啊要占便宜，比如说买到最低卖到最高，要把整条鱼吃个够。其实呢，只要咱们能存活下来，能够持续的在这市场里边赚钱就挺好了。更重要的是，不要老想着靠股市去赚快钱发大财啊！如果要发大财，我的建议是你得去股市外边努力工作，好好创业。等你赚到了更多的闲钱之后，再把它们放到股市里边来，增加你的资本厚度。那个时候你的投资基数比较大了，对吧？稳健的持续的收益也能够让你过上那种想加香肠加香肠，想加卤蛋加卤蛋的奢侈生活。所以想想自己，大家最早炒股的投资的预期会不会不切实际，需不需要适度的降低一点？好，这个呢就是我认为啊，目前股市有3条小小的逻辑跟大家分享一下。好，说到这呢，还是把市场的这个指数还是要说一下啊，总结一下。说到市场呢，标普现在4400，刚才讲过是一个目前要突破的 20% 的上涨的一个大概的位置啊，还有一个200均的压制，然后呢目前还面临着4060、4254的这个压力位。而且呢，现在的指标在 RSI 上是很明显的，标普是继续的顶背离，然后马上要接近超买区域。或许啊，我们只能这么说，或许靠着大涨的这个上冲的惯性，还能够稍微涨那么点，但是呢，空间刚才给大家解释了，空间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基于我对于目前现在市场整体行情的判断，我在今天是大幅的减仓了啊，我认为是大幅的，至少从我的仓位来讲，我认为减的不算少。今天我一口气减了3只股票，减掉了 6% 的仓位。好，跟大家讲一下这几只股票的情况。
今天首先减的第一只股票减的是阿拉斯加航空。阿拉斯加航空呢，在之前的布局之后，最近其实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走的非常非常的好。我的持仓成本呢是在 6%， 39.9 的持仓成本。那么今天由于它上方啊整个的长期的上行趋势是没有改变的，但是面临到了一个压力位的问题啊，就是上方48开始会有一个比较重度的压力位延伸到上方的50附近，所以再加上大盘又到了现在这个位置，那么我决定呢部分的减仓，然后等下跌了之后再买回来，后面跌了还会把仓位加回去。所以今天呢在均价 46.9 的位置减了 2% 的仓位，现在的持仓成本是 4%， 35.9 的一个成本。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啊我减掉的阿拉斯加航空。好，然后呢今天的第二只减仓的股票啊，不能叫减仓了，今天的直接是清仓了啊，直接就是走人了，就是这一只经历了不少波折的啊这个 U。 前段时间这只股票买完之后45.2买完之后是不断的下跌，最多的时候呢当时浮亏10几个点啊，这个仓位 3% 的仓位浮亏10几个点。然后现在没多长时间呢，由于它这个技术面的突破，包括市场的最近还挺给力，又反弹上去了。现在是今天一口气就去到了55块钱。其实呢现在啊它在短期的这个技术面上仍旧是偏多的一个这个趋势，但是由于大盘的位置的问题啊，所以我不想再等了。理论上呢它还是有到66的概率，但是呢它是先去66往下跌，还是先随着大盘往下走再回到66，我并不清楚，或者说后边有没有其他的幺蛾子出现，它到不了了。所以基于此呢，我 45.2 的一个成本，觉得在现在这个位置，从一个浮亏的 10% 几到现在盈利 20% 几，这个仓位还可以吧，本身它就是一个短线的投机仓位，把它清仓，今天全部离场了，后面没有再继续建仓正股的打算啊，我跟大家说清楚了，没有继续建仓的打算了啊，就清仓结束这笔这个头寸了。好，然后还有一只股票今天也是继续减了，减到了 1%， 这只股票呢是 ISRG。ISRG 呢由于连续的多次在压力位附近受阻啊，已经是这个地方尝试了4到5次都没有办法去突破，那么我决定还是要减仓。减仓的理由，第一个是基于现在的技术面的压力，第二是基于它的估值面，曾经讲过它有被涉嫌有被高估的嫌疑，因为今年的业绩是转平负的，要到明年才能重回增长，所以在这一块继续保持着我现在底仓的这个持仓优势。把今天减掉 237.7 块的均价减完之后呢， 1% 的仓位减成负成本。很多朋友呢可能不太明白负成本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关于持仓成本都是我自己做的表格去算啊，并不是在券商里边。那么关于如何计算持仓成本呢，以前在公共节目简单的讲了一下，在会员频道呢也讲过非常详细的怎么样去自己计算持仓成本。因为你的钱你做主，你不要交给券商让你去算，券商的算法千奇百怪，你要按他的去算呢，很多时候你就没办法知道自己这个钱这个地方到底挣了多少钱，到底没挣多少钱啊。所以呢持仓成本为负的意思是所有投资在上面的本金都已经拿出来了，甚至盈利都已经拿出来一部分，里边现在剩余的钱股票相当于都是免费的，这些股票我可以它只要不跌成负数，只要不跌到0就是持续挣钱的。当然非常少的负成本的底仓其实对于总体来讲意义不大，后面的目标是要继续的累积负成本零成本的仓位，逐渐的把底仓建立起来。这样的话未来呢你要长持一只好股票，你的压力会非常非常的小，因为你没有本金投入，全部是利润在里边奔跑。好，这个呢就是对于几只股票的减仓的这个跟踪。另外整个的仓位在今天减完之后，我现在的目前的正股的仓位只剩下 37% 了，然后现在的期权仓位短期投机的期权 9%， 加起来就这么多。剩下的呢就是如果后面如果有继续下跌回调的机会，仍旧会把仓位逐步再次提升接近 50%。 因为最近啊我是陆陆续续减了很多仓的，很多股票都在减仓啊，所以它是越涨我越减，它越跌那么跌到合理的位置，好的股票我会继续买入，这就是我的一个震荡思路。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